今天出来跟大家录视频嘛，然后找了一家特别好看的咖啡厅，结果我刚刚一出来就下雨了。给大家看看雨伞那一边，感觉明明是中午，就已经要到黄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一样。我给大家找的咖啡厅就在这边，他们家外面是像一个小花园一样。然后这样一条路，就是这里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这是我刚刚点的芝士蛋糕，还有果汁，还送了一块小饼干。蛋糕现在上来了，让我先替大家尝一下。就好好吃哦！我是来拍视频，不是来吃的。那接下来进入正题啦。上次跟大家说了我们的问答圈子之后，就有各种宝宝来我们的问答圈子里有这样那样的疑问，其中问的比较多的呢，可能是针对双眼皮的疑问，大家就会问是埋线的好还是切开式的好呢？有一位叫小好的宝宝还专门写了这么长的一篇文章，去帮大家解释他手术之前收集到的各种信息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但是呢，因为他毕竟不是专业的，其中有很多问题呢他是不太了解的，所以圆圆特意录了这期视频来跟大家做具体的解释。那首先呢，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测试，圆圆特意准备了手卡。圆圆呢，接下来会在左右两边放上2张照片，一张是 A， 一张是 B， 然后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眼型更符合 A 还是更符合 B， 然后去给自己算分数。A 呢是5分， B 是0分。大家在5道题结束之后算出来这样一个总分，就可以判断自己应该做切开式还是埋线式的啦。那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题。第一题是眼球的露出情况更接近哪个就选哪个 A、B。 眼球的露出情况呢，是指你黑眼球在你的眼眶范围内露出了多少。有些宝宝呢露出的会比较少，就大概是这个状态。这种情况的宝宝就是左大右小，露出的多的大家就选择左边的 A， 然后露出的比较小就选 B。 那下面进入第二题啦。第二题是上眼皮的厚度情况，左薄右厚。上眼皮的厚度呢，是指这样掐你的眼皮的时候，你的眼皮是薄还是厚。如果是比较厚的宝宝呢，一般就会显得比较困啊，或者是显得不够精神。那接下来进入第3题啦。眼皮的褶皱情况，像我呢就只有一层褶皱，如果你是单眼皮的话就是没有褶皱。如果是就是多层的那种双眼皮的情况，那你就是选择 B 就可以了，左边是单眼皮，右边是双眼皮或者多眼皮。那下面进入第4题啦。第4题呢是双眼的对称情况，如果你左右眼睛的大小不一致的话，那你就选 B， 如果是一边大的话呢，就选择 A。 最后一道题，第5道题啦。眼角的下垂情况，左边呢是不垂的，右边是垂的，大家针对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就可以了。下垂呢就是这种才叫下垂，不垂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状况。 A 是5分， B 是0分，大家有没有算出来5道题的最终分数呢？总分在20到25分左右的宝宝，大家就可以选择埋线啦。总分在20分以下的宝宝可能更适合切开式的。那么切开式和埋线式到底区别是什么呢？大家从上面的问题应该也能稍微猜到一部分了。埋线对本身的眼型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
要求眼皮要薄一些，不能有太严重的下垂，不能有肿眼泡，因为肿眼泡呢代表你眼皮上面的脂肪太多了，这样的话会影响埋线的效果。埋线呢本身就不是永久型的手术，埋线最多坚持2到3年，但是切开式呢是会一直保持这样的形状的。还有的宝宝呢是上眼睑肌无力的情况，这种情况也不能做埋线式的双眼皮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以霞欧婷首尔整形外科作为前后照片对比的例子，跟大家看一下做了双眼皮手术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？首先呢，大家看这张照片，答应我好吗？别再熬夜了，真的非常降低颜值。如果有这样黑眼圈的非常严重的宝宝，可以考虑做一下眼下脂肪再配置。眼下脂肪再配置呢，就是用上眼皮的脂肪或者其他多余地方的脂肪，然后对眼下进行一个遮盖，这样就不会再有黑眼圈了。就跟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遮瑕，其实效果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平时用化妆的遮瑕，你只能在化妆的时候遮一会儿嘛，而且效果还不一定很好。但是像眼下脂肪再配置呢，就能完全解决这样的情况了。下面一个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上眼睑肌无力的情况。上眼睑肌无力的宝宝呢，平时会给人一种好困啊，好不精神啊，这人怎么感觉没有就是很提起精神在跟我说话呀，会给大家一种不太正式的这样一种感觉。大家在面试的时候都知道，第一印象是非常主要的，如果不能给人一种很愉悦、很轻松、很精神的面貌的话，可能会对面试造成一定的影响。那这种宝宝呢，也是非常适合做双眼皮手术的。大家可以看到他做完之后的差距，就是整个人一下子就精神了，而且做完之后呢，眼睛也不容易再像原来一样产生浮肿了。有些宝宝前一天晚上喝多了水之后，隔天眼睛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就特别的肿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这个问题也可以顺便解决了。还有没有嫌弃自己眼睛小的宝宝呢？像我本身眼睛也不是特别大，有的眼睛特别小的宝宝，在做双眼皮手术的时候呢，可以考虑开内外的眼角，或者现在有一种是叫眼睑下至。眼睑下至呢，就是在这个部分以这个方向进行开眼角，之后起到放大眼睛的效果。斜眼睛呢，一般都是上眼睑遮盖眼球部位过多造成的。上眼睑提升上去了之后，明显就是眼睛就大了不少，显得人也精神了很多，眼睛也更有神了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是他的眼睛本身看起来比较凶的，就像写那个长文章的小好的那位宝宝，他就是本身的眼型会让人看起来过于尖锐、过于凶狠。那这种宝宝呢，当然也是可以做的。跟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吧，就是一个叫疤痕实验的测试，是一个心理学家带了10个人在脸上进行了疤痕的仿妆，给他们镜子，让他们看到了他们脸上有疤痕时候的样子。心理学家跟他们说，这个疤痕上呢还要撒一些粉末做最后的处理。这个时候就没有再给他们镜子了，大家就以为说自己脸上已经有伤疤了。没想到呢，心理学家呢是趁机把他们脸上的疤痕给抹掉了。心理学家就带他们去了一家医院，在等候区等待，就是伪装成要去治疗脸上伤疤的这样的客人。最后心理学家把他们重新召回在了一起，就是问他们在等候区坐着的时候心理活动是怎么变化的。哇，这10个人出奇的一致，就是觉得说，哇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不过就是脸上有一道伤疤，他们怎么可以在那边嘲笑我？你看穿的衣冠楚楚的，或者说你瞅那个人，我不就是脸上有一道伤疤，我刚坐在这边，他抬屁股就走了，然后怎么样？10个人没有1个人是有正
面心理活动的，都是这样比较负面的心理活动。因为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脸上现在已经是有疤的了。出于对自己的不自信，出于对自己的片面认识，大家才产生了这样的反应。其实每个人的心中，哪怕没有心理学家为大家画的这一道疤痕，大家的心里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比如说像眼睛大小不一，然后就会被别人嘲笑，之后就会觉得说啊，别人总说我长得丑，然后对自己就越来越不自信，越来越自卑。这种情况呢，我在商谈的时候呢是遇到过那样的宝宝，或者大家觉得说我明明人挺好的，然后就是有人觉得我怎么长得那么凶啊。去面试的时候也是因为长得就是眼睛比较无神或者怎么样，然后面试没有通过啊之类的问题。我想说呢，这种疤痕大家不妨通过整容去改变看看。如果你对自己的长相已经很不满意了，那不妨先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双眼皮，从内到外的去改变一下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印象，以及自己给自己的印象。而且呢，我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追求别人眼中、别人口中的好看，大家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，在自己自身身体健康的合理安全范围内进行手术，进行调整。我见过有一个客人呢，是一开始对自己的长相很不自信，然后在他做完就是整容的一些小调整之后，收获了外界非常多的肯定。比如说别人就会说，哇，你现在变得好好看啊，你变得好瘦哦，脸好小啊之类的。他就慢慢对自己也产生了自信。再见到他的时候，就是和一开始见到的时候，你觉得眼神是不一样的，就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个双眼皮而已。但是它不光是在你的脸上加了分，也在你的心里给自己加了分，那改变一下也未尝不可能。就像我刚刚说的发帖的那个叫小好的宝宝，他一开始就觉得说自己给别人的感觉就是太凶了，那因为他的眼角比较尖锐，可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。改变了眼角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人就会变得让人觉得好温柔，好想亲近的感觉。那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形象的话，也不妨通过这种方式去试试看。那圆圆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就说完啦，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圆圆留言，圆圆看到了之后会立刻回复你。大家也一定要点击片尾的订阅，才能不错过圆圆的每一次视频呢。不光是对眼部，如果大家对皮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看圆圆之前的视频，圆圆也放在片尾了，大家点击去看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收获更多人这样一个回复，吸取一下大家的经验的话，记得点击我们的问答圈子，去这边去获取更多人的回复吧。咖啡厅的地址和联系方式，圆圆也已经放到了下面。在韩国的宝宝呢，不妨来尝试一下，这家店还有2只可爱的宝宝，彩蛋就在后面呢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宝宝，你在干嘛？家有2只特别可爱的小狗狗。